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？替你妹嫁给世子有什么不好？今天就把婚期定了。你们一个是我的妹妹，一个是我的青梅竹马，你们背着我苟且也就罢了，没想到你们居然还要我替妹妹去嫁给世子那个纨绔子弟，你们简直欺人太甚！放肆！杨繁生，庆余和欢生两个人是情投意合，算不上什么抢你的。更何况你是姐姐，让妹妹又能怎么样呢？就是呀，自己抓不住男人，怎么还怪我们欢生呢？怪不得老爷给你取名烦，还真是惹人烦。繁生，我一直把你当成妹妹，我心里爱的人其实一直都是欢生。哎，大小姐真命苦，夫人死得早，丞相又偏心二小姐。是啊，大小姐在这个家里可真是活受罪了。吉时一到，新郎新娘一拜天地，这也能拜得下去？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这只公鸡艳福不浅，他和公鸡拜堂，笑死我了。送入洞房，小姐。送入洞房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本届全球厨神争霸赛，我们的杨繁生小姐再次夺冠，真的是当之无愧的厨神！再次恭喜杨繁生小姐！杨小姐，小心！小姐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！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成王府呀，小姐，你忘了吗？我怎么还一身古代装扮？你说什么呢，小姐？小姐，你拜堂的时候突然晕倒了，今天是你大婚，吉时已过，快入洞房吧。小姐，洞房？对呀。哎，怎么了，小姐？我这是穿越了。什么是穿越啊，小姐？它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到底是谁呀？你是杨家小姐呀，你不会连自己的名字都忘记了吧，小姐？你不会连自己的名字都忘记了吧，小姐？所以我叫姚繁生，早死的妈，偏心的爸，恶毒的继母和破碎的他。这是什么天不开局啊！哼，小姐，你去哪儿？这鬼地方怎么连个吃的都没有？小姐，你说这世子爷常年流连青楼赌场也就罢了，可是今天你们大婚他都不曾露面，以后你日子要怎么过呀？小姐的面子要往哪儿搁呀？小姐，这些是我趁厨房没人偷偷拿的，你先将就着吃吧。这么硬？我什么都能将就，只有吃饭将就不了。厨房在哪儿？厨房从这个门出去，一直往东走就是了。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给你弄好吃的。可是里面只有这些了，把这个都扔了吧，就你了。走你，等着啊！小姐是不是疯了？对不起啊。世子爷，您这一身小资装扮去入洞房，怕是有些不妥吧？要不先去换身衣服？什么味道？那么香？您一向不喜进食，久积成病，莫不是饿了3天神志不清，竟能嗅到食物香气？本世子是厌食，不想吃东西而已。又不是鼻子失灵。走，进去看看。真香啊！不愧是我，搞定。你是谁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
你是谁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做饭啊，看不出来吗？你呢？你主子没给你饭吃吗？也是啊，世子大婚之日，我这当世子妃的也就有一个馒头一点咸菜，更别说你这种小厮了。这陈王府也太抠门了。一直听说杨家小姐游手好闲，一无是处，她何时学的厨艺？这世子妃倒是比我想象的有趣多了。是啊，怎么样？要不要尝一尝？这个啊，可是用代替你家世子的公鸡做的，用了他的鸡，还用了呀，是他的蛋。不了，哪有下人跟世子妃共餐的道理啊？都是难兄难弟，有什么尊卑之分啊？尝尝吧。你们这儿的人可真腼腆啊，碰个手就红温啦。红温什么意思啊？红温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这世子妃，你不是本地人啊？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，快吃吧。这女人和那些娇柔造作之人不同，倒是有趣极了。你干嘛？我脸上有菜啊！停！你别靠我那么近。世子妃不会是嫌弃小的了吧？你们这不是男女授受不亲吗？再说了，世子妻不可欺，你懂不懂？刚才可是世子妃说不嫌弃小的身份的，眼下可是要反悔啊！好你个杨繁生，才大婚竟然跑出来偷吃，还敢在这儿和小厮私会！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上报老太君，让他家法伺候你。你胡说什么啊？我胡说吗？刚刚你俩凑那么近，要不是我过来，你们就要亲上去了。赢者见赢，你敢骂我？你一个下人，还敢对我这二夫人大呼小叫的？他是我的人，你再怎么得宠，也只是个二房。我堂堂世子妃，你有什么权利管我？我还真小瞧你了，杨繁生，入府第一天就和王府的野男人勾搭上，倒是有本事。可惜一个弃妇，一个下人，谁给你们的胆子和我大呼小叫的？可惜一个弃妇，一个下人，谁给你们的胆子和我大呼小叫的？要做什么冲我来，跟他没关系。哼，好一对苦命鸳鸯啊！不知道被进猪笼的时候，你们还能不能保持恩爱？你们给我等着！好的，我等着，你去吧。你，哼！下次遇到这种事，你躲在我后面就行了。总归我是世子妃。这女人倒是心善，世子妃这是在关心我啊。拜托，你是条狗，我都会关心你啊，别多想。世子妃，你这形容可真让小的我伤心啊！我不比狗好吗？但狗它忠心护主啊。难道我刚不够护主吗？那最要紧的忠诚呢？你想要小的怎么个忠诚法？给我拿下那对狗男女！去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顶撞二夫人！拜见世子爷。你是世子爷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顶撞二夫人！拜见世子爷。你是世子爷？二夫人，世子大喜之日，还是不要随意走动。今天的事情下不为例，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。这毕竟是世子爷的府内，万一出什么事，小的可担当不起。二夫人，请吧。你们这对狗男女，给我等着！二夫人慢走。逗我好玩吗？像不像？像什么？像世子爷，我是世子爷的替身啊。世子爷位高权重，想害他的人多了去了。那你这演技不错嘛。对了，我问你，你们这儿最大的酒楼叫什么？世子妃不是在城内长的，怎么会不知道？这个你应该也看出来了。我在丞相府，爹不疼，娘早逝，后娘和妹妹两个都是黑心莲，我没什么机会外出。现在在这陈王府，连饭都吃不上，我不自找出路，难道在这等死吗？这城中呢最大的酒楼叫天星楼，明日会举办食神大赛，赢的人奖10000两黄金。哎呀，这就是10000两黄金啊！哎，姑娘，您这边几位啊？请问食神大赛是在这儿报名吗？食神大赛，姑娘，你还会做饭啊？当然。姑娘，你可知这食神大赛要求有多高吗？光是第一关比拼刀工，就要求你做出文思豆腐。所谓文思豆腐，便是将嫩豆腐切得细如发丝。哪怕是我们天香楼的主厨孙妙娘，那也练了好几年呢。姑娘，您这细皮嫩肉的，还是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。
世子爷，你看世子妃好像真来参加比赛了。哎呀，快回去吧，姑娘。我不走。这杨家大小姐的脾气真是越发让人看不懂了。你去看看，有意思。那是不是我做出这文丝豆腐丝来，就能有资格参加这食神大赛？这不是这堂堂天星楼怎么还出尔反尔？如果姑娘你能做得出来，就给你这个参赛资格。如果姑娘你能做得出来，就给你这个参赛资格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谁帮我拿块豆腐来？刚好今天在座的各位替我做个见证。好，来人上豆腐。豆腐？哎，你看，他没人比了，会怎么做呀？不知道他会做什么菜呀？我也想尝尝呀，好好看看，能做成什么样？不知道好不好吃啊？豆腐，哎呀，怎么不做点肉啊？长长见识今天。看好了，哇，哟，这刀工比咱孙媚娘都要快，看到没有？这都不看手，下刀还能这么均匀，切得这么细，哎呦！哇，太厉害了！这细如发丝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样？现在我有资格参加这次食神大赛了吧？这必须可以啊！姑娘，我看好你孙媚娘都切不到那么细，她是怎么做到的？是谁这么厉害呀？哎呀，二公子，姐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真是冤家路窄，出门没看黄历，感觉来者不善啊！哦，不会是知道我们要过来踢馆，所以特意先到一步，准备吸引青年哥哥的注意吧？这就是那个竹马渣男。切，哼！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喜欢捡垃圾啊？那你来呀！那你来呀！哼！杨繁生，你真的是越来越不懂规矩了。昨天行为不检点，在厨房幽会男人，现在堂堂世子妃出来抛头露面做这种事，你要是想找点事儿干，那就好好求求我，再和我们欢生道个歉。我倒是可以在祖母面前替你美言几句，安排一些店铺给你，让你好好学习长事。这种事怎么了？我靠自己的双手，用不着求你们两个渣男贱女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别以为当了个世子妃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我现在告诉你，宋家还轮不到我哥做主，等会儿我就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到时候可别求着我给你一条生路。就凭你也配和我们主上说话？赶紧跪下来道歉！你是上一届食神的关门弟子，那个西域人。没错，既然知道是我，那还不快认输？现在认输的话，我还可以考虑一下，让你们继续挂这个招牌，否则按照踢馆的规矩，你们这天星楼可就归我了。哼，二少爷、二夫人，你们怎么能勾结西域人来踢馆我中原的酒楼呢？二少爷、二夫人，你们怎么能勾结西域人来踢馆我中原的酒楼呢？什么勾结？孙妙娘，你再这样口不择言，小心我报官，你污蔑朝廷命官。好，我和你比。好，比就比。那评委就是在座的食客们。好，孙师傅，这种西域蛮子还用不着你出手，让我来。好，有志气，让后厨搭灶子。好，比赛马上开始，第一场是孙主厨的大徒弟应战食神的关门弟子，现在以一炷香为限，比赛开始。妈呀，开始了！这怎么看着有点手忙脚乱的？可不是，这书法刀工还是欠缺呀。这个心性不行，易被他人影响。你凭什么说他不行？我看他指定行。我的手！这就是你们中原的水平吗？就这种水平也配和我比，简直是垃圾！口出狂言，刚才他状态不好，我来和你比。好，你去准备。又是一个废物，又是一个废物。师傅，我去。好，你去吧。第二场现在开始。哎，都塌了！怎么又来了？能行吗？这个刀工还不如上一个呢。你凭什么说他刀工不好？我觉得他很好。这也好意思出来比赛？基本功都不扎实，真是笑死人了。你下去吧，这个西域人很厉害，还是我亲自来吧。你想比什么？那就比你们天星楼的招牌松鼠桂鱼，我有让你们输的，心服口服。好，咱孙妙娘亲自下场，必须给那个西域蛮子一点颜色看看。就是，不然以为我们都是好欺负的。他太
太紧张了，这鱼下得早了，这炸的温度还不够啊。这鱼一看就炸老了，影响口感啊。是啊，这就是你们天星楼的实力，还是我来吧。西域人上场来，到他了。西域人啊，这刀工看起来不错呀。这西域蛮子还挺厉害呀，真没想到啊。连勾芡的芡汁都没出来。姐姐，你懂什么呀？就在这儿指指点点的，你懂做菜吗？在这里装模作样。我不会做菜。姐姐，你在家都不做菜，跑到这里来装大厨哦。我知道你是因为庆年哥哥选了我，大婚那天世子爷又让你和公鸡拜了堂，导致你精神失常。那你也不能这样啊！这事儿传出去，多丢我们丞相府和成王府的脸呢。就是，杨繁盛，你就不要再胡闹了。我3岁从师，5岁长刀，7岁便练得一身好厨艺。要说比厨艺，还从未有过败绩。哼，我看他真的是疯了。哼，我看他真的是疯了。哇，这刀工，你萝卜雕花哎！雕虫小技。我看是妹妹不自量力，鼠目寸光吧。你们中原人就喜欢玩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。你该感到庆幸，要不是今天这么凑巧，根本没有机会跟我比拼。哈哈，可笑，我从未有过败绩，今天非要和你比上一比。行，要是我赢了，你就滚出中原。你这黄毛丫头竟如此凶，敢不敢加大赌注？要是我赢了，我要你跪下来和我还有二公子磕头道歉。好啊，我不信我还能输给一个中原女人。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怎么收场。这刀法还真是厉害。如果他赢了，我该怎么办？看这姑娘的家世，果然有2把刷子。可不是，今天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呀！哎呀，真香啊！哎呦，这香味出来了！哇，真香、好香！这鱼颜色金黄，料汁挂芡均匀，颜色也比西域人的好看。比赛结束，有请大家品尝。看来这西域人要输了。比赛结束，有请大家品尝。看来这西域人要输了。外脆里嫩，好吃。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松鼠桂鱼了。太好吃了，比那个什么西域人不是强一点点啊！对，孙大厨做的鱼不够脆，西域人的鱼有点酸，只有世子妃做的鱼肉酥脆，酸甜刚好，简直是直击灵魂啊！哎，对，世子妃的鱼最好吃。还要再比吗？我输了。既然西域人已经认输了，宋庆年，现在该兑现你的赌约了吧？繁盛，我堂堂宋家2少爷，怎会向你一个妇人下赌？哼，你还算是个男人吗？我看你现在还不如带着你的走狗一起滚吧。杨繁盛，这次算你走运，下一次我不会放过你。我们走。宋大厨，现在我赢了比赛，是不是就可以上任主厨之位了？谁说赢了比赛就可以留在天星楼当大厨了？天星楼的主厨是主子决定的，又不是我说了算的。孙大厨的意思是打算过河拆桥？什么过河拆桥？人是你妹妹和妹夫找来的，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一伙的？在这里演一出戏，就是要骗我的天星楼。在这里演一出戏，就是要骗我的天星楼。你说我说的对吗？你简直无耻！无耻！世子妃娘娘，刚才比赛你是怎么赢的？你心里没数吗？你妹妹和妹夫找了个人来和你演了一出戏，你别以为你是丞相府的千金大小姐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世子爷，不好了，世子妃在大堂被他们欺负了。走！哎，世子爷，等一下，您现在过去不就暴露了天星楼就是您的产业？您都谋划了这么多年，不就前功？世子爷，不会真是他们做的局吧？我说了我没有，谁知道呢？天星楼可是第1酒楼啊，这一年得赚多少钱啊？我没有，滚出去！太下作了！世子妃娘娘，请吧。我看谁敢动他！世子爷，拜见世子爷。他怎么来了？你是我夫君？这家伙应该不是那个替身了吧？你是我夫君？这家伙应该不是那个替身了吧？
你忘了吗？我是替身啊。那你这样没关系吧？被发现了怎么办？没事，世子爷人好，不会介意的。他怕不是还没从青楼回来吧？不许再妄言世子爷，他是你夫君，知道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世子爷，是世子妃演戏想骗我天星楼，先串通他妹妹和妹夫来踢馆，他自己再挺身而出，目的就是为了骗我们天星楼的主厨之位啊！笑话，本世子的世子妃想要什么没有？需要骗你天星楼主厨之位？这天星楼世子妃若是喜欢，想要这天星楼，本世子买下来送他又怎样呢？是，世子爷息怒，世子爷息怒，草民错了，请世子爷原谅，草民这就将主厨之位让给世子妃。让？你当本世子没看见啊？世子妃赢得光明正大，需要你让？你若是识相就自己认输。如果明日以后要是让我听到一点关于世子妃的谣言，我全算到你头上。是，草民知道了。娘子，我们回家吧。这主厨之位，我是不会就这么轻易让给你。这是不是有点演得太像了？还好我没被人发现啊。是啊，你演得挺像。那我的饭呢？你的饭啊？抱歉，我差点都忘记了。要不我们现在就回小厨房，我下面给你吃。走。好，快点，我早饿了。尝尝吧。真香。这个呀，可是我的独家手法做的手擀面，保证你吃了一次就再也忘不掉。好啊，刚好上次被打扰没吃到。这味道，难道它就是？就算本大厨做的再好吃，你也不必如此震惊吧？你不是杨凡生，你不是杨凡生。我暴露了，要死！他发现什么了？不对，听说根据穿越定理，要是被发现了，就要被什么火烧雷劈的。但我现在没事啊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我不是杨凡生，那我还能是谁啊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诧异你一个官家小姐，厨艺竟然这么好。当然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在丞相府过的那是什么日子啊？每天都吃不饱，我不下厨自己早饿死了。你吃吧，我先走了。看来还是不够信任我啊。小姐，世子后面去了天星楼，带着大小姐回来的，他们两个有说有笑的，很开心。这个杨凡生真该死，抢了他一个二少爷，转头就勾搭上世子爷，还真是个狐狸精。哼，橘子葡萄，小姐居然能成为天星楼的主厨，小姐真厉害。这不是那狐妹子的丫头吗？是的。今儿这水果真新鲜，小姐一定会高兴的。哼啊！死丫头，没长眼睛啊！死丫头，没长眼睛啊！对不起，二小姐，对不起。你敢对本小姐不敬啊！我没有，你没有？你现在这表情是在怪本小姐吗？我没有。看你这不服输的嘴脸，还真是跟你那主子一模一样，让人恶心。哎呀，小姐，按照府里的规矩，顶撞主子掌过20。要掌过20啊？哼，这脸蛋儿仔细看倒是生得挺清秀的呀。按住他！镜子里几道疤，几列铃儿把，君去是何以哦，小路该有伤啊，寻找流落不尽，从头来决定，路在走到人群。
二夫人分明就是在欺负云禾。就是，明明是二夫人自己撞上去的，被打了20巴掌，脸都肿了。被打了20巴掌，脸都肿了。世子妃，奴婢见过世子妃。云禾被打了，她现在在哪里？在花园里。哼，拿着。我没错，还犟嘴，看我今天不打烂你的嘴！给我住手！你干嘛？你这丫头太没规矩了！我替姐姐教训一下还不行吗？你自己也是女人，居然还能对女人下此毒手！给我放开！她怎么知道？云禾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小姐。别以为你做了世子妃，我就永远会被你压着。杨欢生，原来你也会感到害怕啊！那你欺负我云禾的时候怎么不害怕呢？你等着，我这就去找庆余哥哥。说不过就要去找男人啊！你不装柔弱了，你去找啊！找来我看你怎么说。说你在这里像个泼妇，仗势欺人，欺负一个丫鬟。你，哼，杨翻生，怪不得大家都那么烦你，你讲话真的难听。杨欢生，我不需要你们这种人喜欢。不行，我得去请老太君。老太君不好了，世子妃要打死二夫人了！反了他了，带我过去。是杨繁生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居然敢打我！在丞相府，我是你姐姐；在这成王府，我是世子妃。你不是想要和我讲规矩吗？那么我现在就好好教教你这规矩。住手！这是成王府的老太君，后援团都摆出来。老太君，我好心好意帮姐姐教训不懂事的丫鬟，她不但不领情，还把我打成这样，您可要替我做主啊！杨繁生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以前就听闻你在丞相府登不得台面，要不是故去的老世子妃与你娘亲指腹为婚，老身是万万不同意你进门的。进门第一天你就敢动手，明天你是不是就要骑到世子的头上去了啊？明天你是不是就要骑到世子的头上去了啊？咦，骑他头上多脏啊！杨繁生，你说什么？我没说什么呀。你身为世子妃，不能以身作则，还擅自动手，这以后如何掌家成王府？掌管成王府？可这个成王府有把我这世子妃当回事吗？这二夫人都能随随便便找个理由越俎代庖的教训我的丫鬟，这老东西居然想的是让杨繁生掌家，这怎么能行？看看啊，这下手得多重才能将他打成这样？老太君，明明是这个丫鬟撞到我，还狡辩，我才想帮姐姐教训她一下的。那二夫人见到我这个世子妃也没行礼，还在这口出狂言，那我便教训一下你，又怎么了？你这个贱人！够了！老太君，二夫人当着您的面还对我这个世子妃说这种污言秽语，可见她私底下是有多么的……欢生，不是的，老太君，还望老太君明察。还望老太君明察。老太君，我只是一时气急，才口不择言，请您谅解。下不为例，你也见好就收。有这么多闲工夫，还不如想想怎么去讨好燕之。燕之又是谁啊？燕之是你夫君宋庆余，你居然连自己夫君的名字都记不清楚，真不知道你这个世子妃是怎么当的。他整日不着家，是我的问题吗？我从进了成王府就没有见过他一面。老太君是要我去哪里寻他？青楼还是赌场啊？杨繁生，他是你的夫君。夫君又怎么了？这种夫君谁爱要谁要。你竟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！以夫为纲的道理，丞相府没教你吗？这种封建糟粕的东西，谁爱学谁学去吧。还以夫为纲，要是这成王府要靠一个整日流连青楼的纨绔子弟，还不如趁早没落来的好。要靠一个整日流连青楼的纨绔子弟，还不如趁早没落来的好。你怎么能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？这就大逆不道了。那要是再说些更大逆不道的，不知道老太君的身体受不受得了。
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扶老太君回去休息，省得等下老太君又该说我不孝了。云禾，我们走。老太君，您看她，把这个目无尊长、不懂礼数的女人赶出王府。小姐，吃点吧，特意让厨房做了你最爱吃的。啊，滚！花儿，听说你被杨凡生那个死丫头给欺负了。娘亲，您怎么来了？去门口守着。是。娘亲，你看他把我打的，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下手真狠。娘亲，今天是我不小心着了那贱人的道。唉，我也忍了10年，给你爹那个老东西做了10年外事，又费尽心思的教你怎么样抓住男人的心，又帮你把宋庆年从杨凡生那里抢了过来，是为了让你辅佐宋庆年早日登上世子的位置，未来啊能继承成王府，你可以顺理成章的成为世子妃，而不是让你来和那种上不得台面的人去较劲的。可是，哪怕世子再怎么混不吝，我看老太君也没打算改立世子啊。这不是很简单吗？我看老太君也没打算改立世子啊。这不是很简单吗？谁挡了你的路，你就想办法把他给解决了，来一个一箭双雕。哼哼，乖女儿，你好好想想娘的话，就知道娘亲对我最好了。欢儿啊，这成王府啊是一盘棋，人人啊都在棋盘里，也都是棋子。你呢，要学做一个执棋者。你听我的，以后这2个人，让他们到地底下做一对亡命鸳鸯吧。娘亲，老太君，请喝茶。好，欢生啊，以后这个成王府还是得交给你掌家。谢老太君，往后还要请老太君多多教导。启禀老太君，老太君派去别院的丫鬟都被世子妃赶了出来。世子妃说，她说什么？说除非成王府给出和离书。放肆！她人在哪里？她在逍遥别院的小厨房里。走。这样云禾吃着就不会太腻了，正好给那小替身也留一点。哼，杨凡生，你眼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长辈？我派来的人你都敢赶？为什么不敢？我可是名正言顺的世子妃，赶几个丫鬟怎么了？你什么你呀？我可是成王府明媒正娶的世子妃，要赶我走可以啊，把和离书拿来。从此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要是没有的话，麻烦老太君让让，我还要忙。你一个堂堂的世子妃，竟然跟个下人似的，在厨房忙活。我在厨房里忙活怎么了？谁让你们成王府苛待人，饭都不让人吃饱？你说成王府让谁吃不饱饭了？你来啦？今天吃什么？我熬了好久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好香啊！怎么就这么点儿啊？被他打翻了呀！他居然和燕之相处的那么好，那前面怎么还是他压根不知道这是燕之？这狐妹子竟真勾搭上世子爷了，看世子爷的样子，对这个贱人还挺听话。暂时不能让他知道燕之的身份，不行，绝不能让这贱人好过，一定要把杨凡生赶出成王。二位还不离开，不会是指望我给二位也盛一碗吧？哼，谁稀罕？你也就在这当厨娘得了。走，我们走。哼，跟我斗？祖母这是又在打什么主意呢？老太君，您消消气儿。不管怎么说，世子爷现在能好好吃东西了。这个杨凡生也算有点用处。怎么样才能瞒住这杨凡生呢？香。你
是饿了吗？回世子妃，奴婢已经很久没有吃过饱饭了。这陈王府还真是不做人，这么苛待下人，就跟周扒皮一样。看着小丫鬟还在长身体的年纪，居然说成这样。这个给你吃吧。可是这不合规矩。没关系的，是我给你的，你就拿去吃吧。放心，我不会和别人说的。来吧。谢谢世子妃。哎，你就在这儿吃啊？这小丫鬟也真奇怪，怕被发现，在这吃不就好了？哎，算了，随便她吧。再下一碗。过来，过来。是。二夫人。把这个给世子爷送去，就说是世子妃送的。若敢多嘴，小心你全家的命。是，奴婢不敢。谅你也不敢，你全家老小的命都在我手上。去吧。是。哼，杨繁生，你不是喜欢给世子爷做饭吗？我成全你。参见世子爷。何事？妃让奴婢给世子爷送吃的。世子妃让你来的？是。世子妃见世子爷今日迟迟未去厨房，便差奴婢前来送饭。放下吧。是。世子爷，那奴婢先行告退。世子爷这是突然转性了。好吃。这世子妃倒是贴心，连饺子汤都用高汤吊的。世子爷自从世子妃进府之后，每日精气神都不一样了。确实好吃，一会儿你也尝尝。这饺子，也只有世子妃才能做得如此美味的饺子，真不错。世子爷，世子爷你怎么了？世子爷，快来人啊！别吓我呀，世子爷，快叫大夫，快来人呐！胭脂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李太医，胭脂这是怎么了？世子爷这是中毒了，刚才世子爷吃了什么了？怎么回事？胭脂吃了什么？你还不如实招来！老太君，就是刚才有一个小丫鬟来给世子爷送饺子，世子爷吃了2口，就变成这样子了，还不赶紧去把人给我找来！快去！是。胭脂，古代就这点好啊，什么东西都是纯天然的。小姐，不好了！世子爷他中毒了！不好了，世子爷他中毒了！不是吧？这人生3大喜事，升官发财、死老公，我这么快就全都实现了。呸！小姐，如果世子爷真的出事了，那我们怎么办啊？什么？他该不会是要我陪葬吧？小姐，世子爷再怎么说也是陈王府的顶梁柱，万一世子爷真的有什么事的话，那我们可怎么活呀？我的妈呀，云禾，哪个家里的顶梁柱靠一个纨绔啊？你要记住，靠别人终究不如靠自己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咱们既来之则安之。来，喝杯茶，都是小 case， 润润嗓子。说，世子爷到底怎么回事？到底是谁要害世子爷？老太君饶命，是世子妃让奴婢给世子爷送吃的。这个恶毒的女人，莫不是不让和离，就想谋杀胭脂？来人啊，还不赶紧去把这个恶毒的女人抓过来！老太君息怒，我这就亲自去把那罪妇给带过来。我的好姐姐，这一次你死定了！来人，把世子妃给我拿下！这下慌了，押走！
哎呀，这不是我的好妹妹吗？我看你啊，真像那打不死的小强。小强？那是什么东西？小强嘛，就是那满地爬的东西喽。哼，算了，我跟一个死人计较什么呢？你脸上的肿是不是刚消？这又过来闹事啊？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杨帆生这个祸害给我拿下！你凭什么敢动我们家小姐？凭什么？这个世子妃下毒谋害成王世子，证据确凿。你说凭什么？不可能，我家小姐都没见过世子，怎么可能毒杀他呢？更何况，怎么说我家小姐也是世子爷明媒正娶的世子妃？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，你们凭什么敢那么对她？休要欺负我家小姐！欺负就欺负了，我还要怕你个丫鬟不成？两个一起带走。是，老实点，快走！放开我，自己会走。罪妇带到。老太君，我把这个给世子爷下毒的罪妇给您带来了。杨繁生，跪下！你可知罪？老太君，我何罪之有？你何罪之有？你包藏祸心，毒害世子，你罪该万死！下毒？笑话！我入府至今就没有见过世子爷一面，怎么下毒啊？老太君，奴婢错了，饺子是世子妃让奴婢送的，奴婢不知道她会在里面下毒，老太君饶命，老太君饶命！你还敢狡辩？你把事情给我交代清楚，听到没有？现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是我给你的，你就拿去吃吧，放心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。来吧，合着这是给我做局呢？老太君，我看见了，是世子妃给他的饺子。就是啊，我也看见了，就在那小厨房里。对，我也看到了，我也看到了。人在无语到极致的时候，是真的会很想笑。你这个毒妇，利用小丫鬟毒害世子，你罪该万死！毒害世子，你罪该万死！何必呢？我从嫁入成王府到现在，你没有尊重过我，那么费尽心思的想要把我赶出去，还敢狡辩？整个王府也就只有云禾和我相依为命，你们如此处心积虑的算计我，究竟是想把我赶出王府，还是想给我安一个谋杀亲夫的罪名，好让我去死啊？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？来啊，给个痛快啊！不知悔改，上家法！既然你不愿意被休，那你现在还是成王府的人，老身就有资格教训你。事情不是这样的，老太君，小姐没有害世子爷，求老太君不要伤害小姐。云禾愿带小姐受罚。云禾，快起来，不用求他们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们今天摆明了就是要没事找事，硬要把这个罪名扣在我头上，也不知道这个毒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如果要是真毒给了世子爷，那才真是好笑。放肆！你敢诅咒世子？那怎么？世子爷今天这样是你的问题，还是我的问题？你是真的不清楚呢，还是你默许的呢？这个小丫鬟是你的人儿，谁知道今日之事有没有得到你的默许？你敢污蔑我！给我上家法，狠狠的打！给我上家法，狠狠的打！等一下，是你？他究竟是谁？你是世子爷？今日之事是你做的？你觉得是我？我知道你是谁吗？你本就讨厌世子爷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那碗饺子是你做的？是啊。是你给他的吗？是。也是你下的毒。你既然在心里已经给我定罪，那又何必再来问我呢？有意义吗？世子爷，你看他都承认了。你们今日如此费尽心思，无非就是想把我赶出这王府。其实不必如此大费周章，我自己走便是。云禾，我们走。杨繁生，今日之事，只要你说一句不是你，与你无关，我就当没有发生过。不再追究。世子爷是真的好会说啊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对你感恩戴德啊？我们成亲那天，我和一只大公鸡拜堂，大家嘲笑我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不追究。何府上下欺负我和云禾的时候，你又在哪里？现在不是你追不追究，而是我要不要追究。宋庆年，收起那高高在上的姿态，是我休你，是我休你。世子爷，一只，
走可以，但是你要把王府的东西留下。可以了吗？你身上的衣服也是王府的，脱下来。好，都还给你们。现在我不欠你们任何东西，从此我杨繁生与你们陈王府再无任何瓜葛。跋涉过了万水千山，又何惧命运的世子爷，胭脂，你回来！若长夜几山，我便为灯盏，照火余生黯淡。杨繁生，你别走！世子爷，杨繁生，你别走！杨繁生，你别走！杨繁生，我们今天不是第一次见面，可为什么我就这么看着他，会觉得心痛？杨繁生！世子爷，世子爷，小姐，我们没有家了，接下去我们该怎么办呀？这诺诺的京都，一定有我们容身的地方。相信我，我一定可以闯出一片天堂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去哪儿啊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去哪儿啊？去天星楼啊！还好我之前赢了比赛，得了主厨之位。果然，女人还是要有工作才有底气。你去天星楼做什么？我们都没有钱了。去打工。打工？什么是打工？小姐，你在这等我，我这就去挣钱来。小姐，世子妃娘娘果然没有再来过了。这主厨之位呀，还是我的。给世子妃娘娘请安。以后不用叫我世子妃了，我已经休了成王世子了。什么？你们以后叫我杨繁生就好。按照之前的约定，我现在可以是这里的主厨，对吧？这个，孙主厨，孙主厨，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啊？孙主厨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儿？上届食神争霸赛的冠军谢不咒突然来踢馆，他点名要和世子妃比试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啊？绝对不能让他去比赛，若赢了，他名声更盛；若是输了，哼，丢的也是他这个前世子妃的脸。这样，待会你想办法把他听明白了吗？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让他坏了你的好事。好，杨繁生，那就先让我们小花带你去熟悉一下天星楼吧。好，那就太谢谢你了。主厨，您这是搞定。喂，小花，小花，开门呀！你这是干什么？一定是孙妙娘故意的，我和你无冤无仇的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繁生，繁生，世子爷，我刚才做梦梦到繁生出事了。世子爷别担心，他们现在天星楼，我要去找他们。就他和云客两个弱女子在外面怎么安身啊？世子爷您忘了，那是您的地盘，安全的很。你说的对，世子妃娘娘厉害的很，她不是天星楼的主厨吗？您别担心，您得先好好养病，才能去见世子妃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她厉害的很，她是天星楼的主厨。是啊。上一次是谁赢了我的徒弟？出来单挑！你就是杨繁生，打败我徒弟的那个人。没错，是我，又如何？怎么还蒙着脸？难不成是丑八怪？你说什么？怎么还蒙着脸？难不成是丑八怪？
你说什么？哼，你无需自卑，长相无所谓，咱们菜品见真章。好呀，但是既然是比赛，就一定有输有赢。若是谁输了，就自愿退出今年的食神争霸赛，如何？好，我谢不正自小学艺，吃辣不正，吃酸不正，尝遍百味，比赛无数。没想到遇到你这么一个嚣张的人，正好，今天我把贺老请来了。贺老师，啊，说到吃，老朽可是专业的。贺老，有礼。世子爷说，刚收到消息，谢不昼去了天星楼，而且他指明要夫人和他比试厨艺。谢不昼，上一届那个厨神啊？正是。您要不要去看看？不必啊，我吃过樊胜做的菜，谢不昼不是他的对手。是，那小的现在先去熬药了。去吧。杨樊胜，你可别让我失望啊！贺老可是这次食神争霸赛的评委，他的判断一定是最公平的。我现在用的可是杨翻生的名字，就算输了，和我孙妙娘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不是吧，上辈子我赢了全球厨神争霸赛，却被灯砸死了，然后穿到了古代，成了这世子妃，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，这就又要挂了。明和还在那等我，如果我死了，明和可怎么办？还有那个替身，没有我给他做饭，他会不会饿死啊？说起来，他和世子爷还真像啊。世子爷，吃药了。怎么了，世子爷？你没事吧？世子妃呢？世子爷，你真是，刚不是说了在天星楼吗？叫人去看看世子妃在做什么。算了，我自己去。哎呀，世子爷，您身上的毒到现在还没解呢。哎，让开！哎，世子爷。世子爷，夫人和谢不昼比试，为何要戴面纱呀？夫人和谢不昼比试，为何要戴面纱呀？他不是杨樊生，给我搜！就算把天星楼给我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把杨樊生给找出来！搜！是。全搜过了没有？那边也没有。也没有。你在干什么？小的拜见世子爷，世子爷饶命！杨樊生呢？世子爷饶命！是讲话让我看的，世子爷饶命！把他给我压下去！世子爷饶命啊！是讲话让我看的。杨樊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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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杨樊生，怎么样啊？你别吓我！我在。地山，小地山，咱们回家。快叫大夫！周才，快叫大夫！樊生，你要挺住！杨樊生，难不成这道菜还有什么奥秘？哼，你想多了。对付你这样的对手，我还不屑于用拿手菜来比试呢。我看你打败我徒弟，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你不尊重对手，杨樊生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厨师。随你怎么想了。那贺老，我们开始试吃。好，贺老，这是新研究的菜，请您品尝一下。贺老，您请。好。谢不昼啊，不错，你的菜又精进了。谢贺老。喂，这也叫菜吗？啊，连狗都不吃！赵樊生，你能把菜做成这个样子，我看你呀，还是赶快找个男人嫁了吧。让开！贺老，贺老，哼，让开！杨樊生，你完了。小地山，我在呢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我现在就带你回去。这次比赛你输了，是又如何？杨樊生，你藐视比赛，你没有资格成为一名厨师，更没有资格参加食神争霸赛，这是退赛协议。既然输了比赛，就签了吧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回禀世子妃，
酒楼里有人冒充您的身份和他人比试厨艺，只不过目前看来，那个冒充者已经输了。不过请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的教训他们的。我先送你去医馆，剩下的我来处理。小帝师，你放我下来，我不能放任别人污蔑我，我一定要为自己讨回公道。听话。小帝师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一定要自己去解决，我一定要亲手揭开他的真面目。小帝师，如果你不放心，就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又在冒充世子爷了，不然这次我们俩都得完蛋。好了，你们就先出去吧。杨繁生，你还在犹豫什么呢？赶紧把协议签了。谢不咒，我若是不签呢？杨繁生，算我看走眼了。本以为你是世界难得一见的人才，没想到你居然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。今天你要是不签，我就联合世界众人封杀你。退赛，退赛，退赛。好，现在我签就是了。拿笔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没资格签这份协议。该死，他怎么跑出来的？你又是谁？这杨繁生输了比赛就应该签字。我怎么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输了一场比赛呀？难道我还有分身术不成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最好赶紧滚，别坏了我的好事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哎呦，我好怕呀！你知道怕，还不赶紧？嘿，这不是天星楼的主厨孙淼娘吗？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当然是让大家伙好好看看，到底是谁冒用身份蔑视比赛。你胡说八道，信口开河。我只是怕你厨艺不精，丢了我天星楼的脸面，好心替你比赛而已。我呸！你就做出这样的菜品，难道不怕砸了天星楼的招牌吗？所以说，你们两位谁才是真正的杨繁生？当然是我了。不重要了。为表公平，我要跟你再比一次。你跟我比？你们做出这种垃圾，你们酒楼的人不配跟我比试。这小姑娘这么年轻，想必实力和那个冒牌货差不多。这天星楼也不过如此。就是。如果今天的事解决不了，天星楼的名声就完了，或许还会失去食神争霸赛的资格。无论如何，不能轻易的向这个谢不咒低头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十界天才谢不咒，我听师傅说起过你，你的厨艺确实很厉害，不过跟我相比嘛，还是稍逊一筹。你说什么？那你为什么不敢跟我比？不就是怕了我吗？我谢不咒怎么会怕你个小丫头？比就比。好。他就这么开心？难不成这小丫头有什么过人之处？有意思。完了，千万不能让她比赛，更不能让她赢。杨繁生，你别不自量力了。你知不知道谢不咒是什么人？你跟他比，简直没有任何的胜算。世子爷，您看咱们是不是听他的？今天这件事情务必要给我查个水落石出。我倒想看一看，谁胆子这么大，在这天星楼连我宋庆余的人都敢动。哎呀，你看这刀工厉害呀！对，到底是食神，名不虚传。这天星楼的人呢，真是一个比一个不知天高地厚啊！还敢挑战谢不咒，就等着输了比赛被打脸吧。对，这姑娘人倒是生得漂亮，可惜长了个猪脑。这个杨繁生真是不自量力，这次他输定了。这比赛没有评委，不如我们交换常菜，自愧不如的人主动退赛，怎么样？行，一言为定。姑娘请尝。这道翡翠豆腐尝起来鲜嫩可口，将火腿、虾仁和香菇的3种味道混合一体，满口留香。谢不咒，你不愧担得起食神的称号啊！不过，只可惜什么？可惜你太注重辅料，反而忘记了豆腐本身的香气。笑话！关公面前耍大刀，你凭什么点评谢大厨的菜啊？我看这个杨繁生就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。这个女人为了赢，真是不择手段呐！你竟然这么轻易就能发现我做的这道菜的缺点？什么？食之本味，才能做出食物最本身的香气。请。你看这谢大师到底是怎么了？难不成是难吃的说不出话来了？
一定是这样的。这个杨繁生一看也不是什么厨艺高手，真是难为谢大师了。这道菜是你做的？那当然了，不然还能有谁？实在是太好吃了。怎么会？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谢不咒竟然给杨繁生这个贱人这么高的评价，这绝对不可能。我行走10界10年以来，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鲜嫩的鱼肉。你是我出山以来碰见过最厉害的对手，不过跟我比嘛，还是差那么一丢丢。这次比赛我输了，但是我输得心服口服。啊？什么？谢大厨说他输了。你叫杨繁生，我记住了。我叫谢不咒，期待我们食神争霸赛上见。好，那就江湖再见。我们一定会再见的。杨繁生，你气死我了！世子爷，夫人只是握了个手而已。世子爷，夫人只是握了个手而已。有区别吗？他还摸了他的手。杨繁生，你居然能赢得了谢不咒，你凭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在这道菜里面动了手脚，是不是？你最好给我乖乖交代，免得被我查出来。你这么迫不及待地往我身上泼脏水，你嫉妒我呀？是，我就是嫉妒了。凭什么你的厨艺比我好？凭什么每次力挽狂澜的都是你？凭什么世子爷会喜欢你这么粗俗的女人？杨繁生，就算是没有证据也没关系，我也会给你找出证据来。baby， 是，那又怎么样？杨繁生，你太天真了。这个天星楼的主人是我，你死心吧，跟我斗，做梦！我看你怎么和我斗！大庭广众和别的男人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世子爷，世子妃她，杨姑娘已经离开王府了。杨姑娘已经离开王府了，世子爷您就……人虽离府，但还未和离，她依旧是我成王府的世子妃。世子爷今天这是吃醋了吗？你们，哎，那不是京都第一风流公子何成君吗？听说这何公子风流多情，家财万贯，那红颜知己一大堆啊。天星楼可是京城第一皇家酒楼，你把这当什么地方了？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！你还不知道吧？想进这天星楼，必须得经过我姨妈的同意。哦，原来是关系户。姑娘有所不知，这天星楼的管事啊，与王善书乃是至交。如今管事在四处云游，这选拔主厨的重任自然落到了他的头上。杨繁生，现在你还觉得你能进这天星楼吗？杨焕生，就算是关系户，又能怎么样？不过一个管事又有何惧？我只要想赢，照样是易如反掌。杨繁生，就你那点班门弄斧的小伎俩，想进这天星楼门都没有。就你那点班门弄斧的小伎俩，想进这天星楼门都没有。原来这天星楼选拔名厨比的不是厨艺，而是有没有得罪你二小姐。哎，这位公子说的在理，王善书是何等的厉害，这算是仗势欺人了吧？这杨小姐即使刀工了得，怕也进不了天星楼了吧？你说的是呀，这摆明了就是欺负人。以后咱们可得躲着点二小姐了。以后我也不来天星楼了。何公子，此言差矣。这选名厨当然是要看厨艺，但是这杨繁生空有刀工，会见厨艺呀。他会做什么菜呀？我看这天星楼你是进不了了。不过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下，城西的屠宰场正在招做猪食的，我看你呀正合适。我倒是有个提议，既然二位谁都不服谁，那不如比试一番，谁高谁低一试便知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让他跟我们比厨艺，简直是自取其辱。何公子，你觉得他配吗？何公子，你觉得他配吗？我看你是不敢和我比吧。他说
又和谁比？王善书？他是疯了吧？他到底知不知道王善书什么来历啊？王善书17岁就成了私膳房主厨。私膳房那是什么地方？随便拉一个打下手的都个顶个，京都的名厨。别说我善书了，就是王善书的小徒弟他都比不过。好样的，小姑娘，你好大的口气呀！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好，今日我便成全你，但是你输了呢？输的人自断食指，滚出京都！你敢吗？有何不敢？谁怕谁呀？可如果是我赢了，我就要做这天戏楼的主厨。什么？主厨？怎么可能？他宁愿做个厨子，都不愿意待在王府。他就这么讨厌我这个世子？就你这烂厨艺，还想赢我姨妈？再加你一个也照样赢。来呀，上啊！来呀，上啊！你怎么啦？不敢啦？怕输了切手指？比就比，谁怕谁呀？他这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这杨姑娘胆真大。意思是杨姑娘决定和你比厨艺了。他不是疯了吧？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姑娘，你好大的口气啊！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。美味佳肴人各有所好，但是只做自己擅长的菜，未免有失公允。我们不如用一道菜来定输赢，如何？好，那我们就比世间稀少的鱼腹藏龙。鱼腹藏龙，竟然是本姑娘前世最擅长的鱼腹藏龙。王善书，你未免也太欺负人了吧？这道鱼腹藏龙可是几十年都没有现世了，杨姑娘年纪轻轻，怎么会懂得这道菜的奥妙？何公子此言差矣。这鱼腹藏龙虽是世间稀少，但不代表食谱没有流于民间。我虽年迈，但是和姑娘一样，都未见过鱼腹藏龙，何来欺负人之说呢？周三，去把家里鱼腹藏龙的秘籍找出来。去把家里鱼腹藏龙的秘籍找出来。是。等等，把那个孙妙娘赶出天星楼，以后再也不许她进来。是。何公子，你不能为了美人出头而罔顾事实吧？姑娘，杨姑娘，你等等。杨姑娘，你不应该答应和王善书的赌约的。为何？你不知道，王善书厨艺了得，放眼整个京都都无人能敌。前些年我有幸尝过他的手艺，实力绝对不能小觑。那你可知王善书的厨艺为何在京都无人能敌吗？为何？那是因为本姑娘没出现。这下知道了吧？你干什么？我吗？对啊，我路过啊。路过？对啊。我看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？你不是王善书的对手。那我还需要10叩9拜的来感谢你，特意来贬低我吗？杨繁生，你别忘了，你现在还是我成王府的世子妃。你现在还是我成王府的世子妃。你记性也太差了吧！我早就跟你们成王府恩断义绝了，也已不是成王府的世子妃了。何公子，今日多谢你好心提醒，改日等我赢了王善书，一定亲自下厨表示感谢。什么？你要给他下厨啊？你俩不是刚刚认识吗？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，叫做一见如故？我和侯公子就是体投缘的。好样的！哼！怎么啦？你是后悔了还是吃醋了？哇！我吃醋，那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那你为何如此这般无端狂怒？干嘛？你光天化日之下还想打我不成？杨繁生，你是属兔子的吗？这么容易受惊？你，我看你挺令人烦心的，烦请离我远点。巧了，你也挺令人糟心的。既然这样，你离我远点，省得我们相看生厌。周岑，把秘籍给我，拿着。不会写的是骂我的话。鱼腹藏龙，哎，看来这世子爷对你还是很上心的嘛。他哪有那么好心啊？我看完全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何公子啊，你知道哪里能买到1000年的人参吗？信和堂。
信和堂，那是什么地方？那是一个什么奇珍异宝都能买得到的地方，只不过老板性情古怪，好东西只卖有缘人。那看来我得好好想办法。我与那老板是好友，你放心。那你一定知道他喜欢什么？酒，好酒，对月畅饮，一醉方休。没问题的。那走吧。一人独酌，不如二人对饮。掌柜的，你看我这酒怎么样？好。酒不错，一闻我心情就好。说吧，要换什么？人参。有。1000年的人参。拿去，拿回去。这点酒哪够啊？掌柜的，那您看……来，陪我喝酒行不行？是要喝完这一整坛吗？当然不是，这哪够啊？当然不是，这哪够啊？2坛喝完，1000年人参就归你们了。不行啊，小姐，这些酒喝完会出人命的。实在不行，你求求世子爷吧。不可能，绝对不会去求他的。掌柜的，君子一言。驷马难追。好。来吧，一碗一口。请。来，满上。小姐，别再喝了，再喝下去你会受不了的。没事，小姐。哎呀，小姐，咱们不喝了，咱们不喝了。哎，小姐，真不能再喝了，你放开。哎，小姐，真不能再喝了，你放开。你真不能再喝了。爽快。满上。从哪儿冒出来个何长君，还一见如故？杨繁生居然还说要给他做饭吃。这不行，我才是他的夫君。世子爷，世子妃去西客堂了。什么？杨小姐，您都喝了一坛了，还要喝吗？当然了，我还可以。小姐，快把你的小姐扶过去坐下。好，小姐你慢点，我要喝酒。掌柜的，这剩下的酒，我替杨姑娘喝。好，本世子的世子妃还不需要何公子操心。本世子的世子妃还不需要何公子操心。世子爷来的可真是时候。小姐你慢点。那这酒就世子爷喝了？有请。世子爷好酒量啊！这1000年人参就送给你们了。花孔雀吧。谢谢掌柜的，得亏有世子爷替小姐喝完这些酒，可惜了，小姐没能看到世子爷这般英勇飒气的模样，真是迷死人了。何公子，我奉劝你一句，还是离世子妃远一点，
再有下一次，你且掂量，好自为之。世子爷，那还得看你这些繁生了。若是有机会，我定不会放弃。哼，喝酒。帅哥，美男子，没想到这里这么多俊俏公子。那你不妨多看2眼。好啊，帅哥你真大方。不对，你怎么长得跟宋庆余那个混蛋一样啊？我怎么就混蛋了？性小人，是非不分，装什么替身来骗我？以为我傻吗？呸！垃圾男人，垃圾男人！他还是说我让人心烦，我又没有招惹他，他凭什么这么说我呀？你不是让人心烦，你只是让我心烦。那有什么区别吗？明明都不是好话。你可知，只有越在意一个人，才会为他忧愁。他在意我，除非天上下红雨了。还有你这张脸，长得跟宋庆年一样。那你打几分呢？10分。我以为你讨厌我呢，没想到是对我有非分之想。100分。没想到世子妃对我的评价如此之高。再加100分。不可胡闹。再加100分。杨万生，不可胡闹。哼，你凶我。你喝醉了，对旁人也是这个模样的。才不是呢，我只想和你亲近。不能喝酒，还逞什么强啊？我还要喝酒，给我酒。还喝呀？好，这是你要的酒。骗人，这不是酒，骗人！我没骗你，这不是酒是什么呀？给我拿出来！好，给我倒，快点！好。啦啦啦！杨文生，你想干什么？放我下来呀！我们换一个地方喝，行不行？不行，不行也得行。放我下来！你快放我下来！哎呀！你放开我！姑奶奶好不容易攒了那么多钱，结果来到了这个鬼地方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你把钱还给我！好。哇，这么多钱啊！有了这么多钱，我就可以买好多上好的食材，还有好多漂亮的衣服了。小帅哥，我有这么多钱，我都给你，陪我玩好不好啊？我都给你，陪我玩好不好啊？你说的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，都哪儿学的呀？好不好嘛？好嘛？都给你。好。太好了，小帅哥终于是我的了。世子爷，喝汤。你不要走，陪我。好，我不走，我就在这儿陪着你。醒了？怎么是你啊？你想是谁呀？不可胡闹！再加100分。杨凡生，不可胡闹！小帅哥，现在我有这么多钱，我都给你，陪我玩好不好呀？丢死个人了！我昨晚怎么能醉成那个样子啊？这是哪儿？这是哪儿？这是我别处的府邸。哟，这世子爷府邸倒挺多嘛。
是不是还养了几个小美人啊？嗯，我就知道你们男人都一样，总是新欢旧爱，妻妾成群。我没有啊，没有一个，怕是有无数个吧？成王府从始至终有，且只有你一个世子妃。哦，那个，我昨天喝酒了。我这个人吧，我一喝多我就会断片，所以啊，发生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。昨晚什么也没发生啊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……等等，我让招财把庭武院收拾出来了，你回来住吗？你不要我给你祖母道歉了，也不怕我给你下毒了？你不要我给你祖母道歉了，也不怕我给你下毒了？我就是觉得你一个弱女子，在外面一个人度日艰难，那你在王府总是有人照顾你的吧？照顾我？我看是想禁锢我吧。刚对你有一点好感，宋世子爷该不会以为每个女人都想住进你这王府吧？那个地方对我来说就是禁锢我的牢笼吧。这王府啊，谁爱来谁来。我就算出去住在大街上，我也不会回这个世子府。你什么你？宋世子爷既要养金丝雀，不如把它锁在这琉璃笼里，好好看个够。哼，恕不奉陪。因为我这个野雀偏要啄破这王府，直冲云霄，逍遥快哉！哼，逍遥快餐。小姐，给你熬的鸡汤。给你喝了，拿着。小姐，昨晚哼，我让招财把庭武院收拾出来了，你搬回来住，我呸！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？小姐，你是不是对世子爷有点误会啊？你现在替他说话了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世子爷人还不错，昨天晚上照顾了小姐一晚呢。不对，你怎么长得跟宋庆年那个混蛋一样啊？我有这么多钱，陪我玩玩好不好呀？啊？这不是我的计，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他，绝对不是他。以前看世子爷觉得他不近人情，现在觉得世子爷对小姐是真的好嘛？谁稀罕呀？走吧。好爱好爱啊！天星楼主厨厨艺大赛马上开始了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童叟无欺，买定离手。这边呢是我们的王善书，这边是杨姑娘，欢迎下注。过了这村没这店儿，谁能赢得了王善书啊？应该没有人这么笨去选杨姑娘，一看就知道王善书会赢的。杨姑娘，我押2两王善书。怎么没人押我呀？京都人人都觉得王善书会赢，如果你不是我小姐，我也会选王善书。拿来。拿什么？银子呀，我要押自己赢，赚一大笔。本来就没有多少了。拿来。没有。给我。没有，那就一个。给我。小姐真的没有了。别让我说第3次，都给我。这人啊，就应该有点自知之明，痴心妄想不如回家做梦。谁能赢得了王善书啊？今天又有人敢押这小妮子赢，那就是天大笑话。我押杨姑娘赢，我押杨姑娘赢，还真有人相信她会赢。难说呢，我也押20两，以小博大。他这是相信我能赢？看来世子爷这500两，怕是要打水漂了。我也押500两，赌杨姑娘赢。我也押20两，800两。哇，1000两。哇，这是疯了吧？1500两。君停，多谢，我一定不会让何公子亏本的。我相信你。你谢他？我也出钱了，我出的比他还多，你怎么不谢谢我呢？世子爷，孰轻孰重，现在可看清楚喽。何成君，你一介外人，对你以礼相待，不是应该的吗？
现在都压这么大了，难道这姑娘真的有2把刷子？得了吧，她再有2把刷子，还能赢得过王善书？开什么玩笑！杨姑娘，这厨艺比赛马上开始了，可以去准备一下了。好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们的银两打水漂的。我相信你。以1炷香时间为限，天星楼厨艺大赛现在开始。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，闭上你的臭嘴巴！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在这京都之中论厨艺，可没人是我姨妈的对手。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遇到姑奶奶我。别跟他废话，等下让他知道我们御厨世家的厉害，就他跟我斗，还嫩着呢。他们应该开始比赛了吧？王善书、杨姑娘，比赛时间到！好了，做菜可不是比刀工啊，绝对是真本事。看着，肯定是王善书赢。这可不好说，我觉得杨姑娘会赢。请杨姑娘那边我压了20两，如果杨姑娘赢了，我就发了。嘿呀，味道鲜美呀！难道这是传说中才能存在的美味佳肴？今日一尝，真是名不虚传呐！哈哈哈哈哈！今日一尝，真是名不虚传呐！哈哈哈哈哈！不过我觉得肉质过厚，反而有点腻口。这到底是好吃还是难吃啊？什么意思？这菜难吃的很。还有这道，来继续尝尝再说。这入口即香，这世间竟有如此美味，能吃到这样好吃的菜，此生无憾。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输给这种乡间野厨呢？不知另2位是觉得哪一道更合口呢？这个呢是一点心意，厨艺大赛的事情就劳烦先生了。届时我会让秋霜在盘子上抹上一点胭脂，有胭脂红的那盘就是我姨妈所做的菜了。这个放眼整个京都，他有谁会是王善书的对手呢？我选这一道。现在双方是1比1打平，就看贺老这一票投给谁了。就看贺老这一票投给谁了，这也是最关键的一票。贺老啊，厨艺比赛当日，先生只需选择盘上有胭脂红的那盘即可。我选这道。不愧是王善书之手，让我们恭喜王善书。杨姑娘输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此事可没那么简单。王善书厨艺确实精湛，这京都内怕是独一份，但是要赢我没道理。别的不说，就他馋嘴的样子，他一定是觉得我做的菜更好吃。怎么办啊，姐姐？是我姨妈赢了呢。要是凭真本事赢的，那我自然无话可说。怎么，姐姐就是要抵赖不成？我杨翻生说到做到。就你这3脚猫功夫，还想和我姨妈比厨艺？可惜了这么漂亮的手指，马上就要没了。我看你以后没了手指还怎么做菜？我就算单手拌个凉菜，都比你厉害。哼，装腔作势，我这就废了你的手。你们这是要给他求情，愿赌服输？难道姐姐她输不起？好一个愿赌服输，那就问问你的丫鬟她都做了些什么。这是什么？胭脂，这是她替我梳妆打扮的时候蹭上去的。哦，是吗？你手上的胭脂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？看来想去大牢走一遭似的。我说，是我们家小姐让我把胭脂抹在盘上，她说只有这样，评委才知道王善书做的是哪个菜。我也是被逼的，放过我吧。他们为什么这么多？莫非评委收了他们的钱？什么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绝对没有。那就得问问这2位了。绝对没有，那就得问问这2位了。我没有，分明是有人陷害我。陷害你？那我倒是想问问，昨天他们从天香楼带走的500两是怎么来的？那是我做生意赚的呀。哎，对，也是我做生意赚的。还不说实话，收受贿赂，抓去坐牢。
世子爷饶命啊！世子爷饶命啊！世子爷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那银子是二小姐给我的，我这是王善书给我的。他们真的花钱收买了评委啊！呸！什么狗屁御厨啊，害得老子赔钱！诸位稍安勿躁，王善书和杨欢生勾结评委，行为卑劣，天星楼决定取消他们二人的参赛资格，所以杨凡生获胜。哼哼。太好了，我们小姐赢了！等一下，二小姐，莫不是忘了我们之间的赌约？输了比赛的人，断食指滚出禁度！断食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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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滚出禁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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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！这次就先放过你们，滚吧！招财，吩咐下去，从今日起，禁止杨欢生靠近王府一步。是。走。不要啊，世子爷！我知道错了。二位，杨主厨现在真的没有时间给二位做菜，就算贵妃娘娘来了，想吃杨主厨的菜，那都得排队啊。我出500两，我现在就要吃到杨主厨做的菜。800两，我要先吃到杨大厨做的菜。1000两，1500两，3000两。哎，3000两，您别说吃顿杨主厨做的菜了，你就是把我的天星楼买下来都行了。哎，二位别吵了，真的没办法呀。3000两，世子爷就不怕自己在天星楼一掷千金的事情传出去吗？为了杨大厨，值得。好。明明赢得了比赛，是件高兴的事情，我怎么开心不起来？宋庆宇到底是什么意思呀？杨凡生，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在这喝了这么多酒啊？杨凡生，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在这喝了这么多酒啊？宋庆宇，宋庆宇，你来了呀？你来干嘛呀？来看你，看你个嘚儿啊！我好开心啊！本宫今天心情好，我就封你为天蓬大元帅，怎么样？天蓬大元帅？那是什么呀？天蓬大元帅啊，就是这样的。杨凡生，你不能喝，还喝这么多，你喝的怕不是忘情水吧？我还想喝。不能再喝了。要不，那你变大马给我骑好不好？啊？你想什么呢？你变大马嘛，好不好？杨凡生，哎，别喝了，我们回府。别闹了，再闹我就把你塞冰窖醒酒了。你凶我啊？这女人真是催了图的软件，真是败给你了。换个地方吧。醒了，别装了。我记得昨天晚上好像有人欺负我了吧？如果还装的话，那我就借此机会报仇了。我醒了，哎，好巧啊！你也醒了。哎呦，我头好痛啊！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什么都记不清了？你去哪儿？去干嘛？我去天星楼。怎么这么忙啊？干嘛？让我进去！老太君，我知道错了。老太君，让我进去！老太君，我自知做错了事情，没脸见你，但有件事情我一定要和您讲。何事？世子爷为了和别的男人抢杨繁生，在天星楼里一掷千金。什么？世子爷为了和别的男人抢杨繁生，在天星楼里一掷千金。什么？走，去天星楼。杨繁生，这一次我看你怎么办。
给世子爷送去。老太君，这么晚来是用膳吗？带我去厨房。厨房重地，闲杂人等勿进啊！滚开！杨叔叔，你来干什么？吃饭呀。这里可不是你的王府，所有人都要围着你团团转。想吃饭呢，就请您出去排队，等到了再叫你。看来燕之很喜欢吃他做的菜啊，这厌食症的病是彻底好了。到底来干什么呀？听说你做的饭很好吃，我来尝尝。原来这老古董是想要搞特权插队呀。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咱们呢得往前看。什么意思？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最近王府冷清了不少，你若有时间，就常回去看看。不是，你这比打我骂我还要难受。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祖母，燕之，完了，这老太太该不会是想把我骗回王府继续折磨吧？燕之，祖母，你怎么来了？自然是来天星楼吃饭喽。那好啊，天星楼的美食可是一绝，我给您点几个招牌菜，我们一起吃好不好？好。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，就是有点吓到我了。又欺负你了？怎么可能啊？这是我的地盘。他欺负你了吗？怎么可能呢？这是我的地盘，怎么可能欺负我？要我说呢，你要不还是搬回王府住吧？啊？我不是想禁锢你，我就是……我不愿意，我不想受困于红墙褐瓦之间，我想要更广袤的天地。哎呀，繁生，杨姑娘想要的，我何某都可以给。杨姑娘若是想在这天星楼成就一番事业，我何某一定支持你。杨姑娘若是想云游四海，看遍天下美景，我何某一定陪你。只要是姑娘你想要的，我何某一定尽全力支持你。弱水三千，我只想要姑娘你一人。这些是我带来的贺礼，杨姑娘还请笑纳。世子爷，礼品到。哦，这是天星楼的地契，以后这天星楼就是你的了。以后这天星楼就是你的了，你想自己经营就自己经营，你想合伙经营也可以，在我这儿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这里是吃饭的地方，你们把你们东西都拿走，不要耽误我做生意。我觉得还是我更适合杨姑娘。何公子是不是忘了我和他已经成亲了？快点搬走。小姐，世子爷和何公子，你更喜欢哪个？都不喜欢。不可能，总会有一个是更喜欢的吧？胡说。杨姑娘，不知可否赏脸，一起去河边放花灯？这天色不早了，我看何公子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早睡早起对身体好。杨姑娘，我已知晓你的心意，我知道世子爷在你心中的分量，我何某也不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人，我是一定要得到姑娘，只不过今日是我的真辰，不想一个人过，你就当成是朋友之间的邀约。倘若杨姑娘真的觉得为难的话，那何某也不会强人所难。你道德绑架我啊！倘若杨姑娘真的觉得为难的话，那何某也不会强人所难。你道德绑架我啊！好吧，不就是去放个花灯吗？我们走吧。走。你先回去，我去就来。云禾，世子爷，世子爷怎么来了？是来找小姐的吗？小姐她出去了，要不你去天星楼等吧。我就在这里等她。这玩意儿，宋庆瑜应该不会喜欢吧？多谢杨姑娘，今日陪我过生辰，今日之事我会永远记在心里的。都是朋友，不必客气。杨姑娘，其实我今天还有一件事想告诉你。自从在天星楼初见，就深深的被姑娘你吸引了。那天
自从天星楼相见以后，我发现我的目光总是忍不住看着你。我发誓，我那日在天星楼所有的许诺都是真心的。只要杨姑娘你想要的，我和成君都可以给你。不知道姑娘你愿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？只要杨姑娘你想要的，我和成君都可以给你。不知道姑娘你愿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？抱歉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如果可以，我们可以做朋友啊。实在为难的话，也就当是相识一场。杨姑娘，难道你对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？你知道的，感情的事情勉强不得。难道是世子爷？虽然我总是跟他吵吵闹闹，他很多行为我都看不习惯，但是只要见到他，我就会控制不住自己奔向他。原来如此。是宋庆宇。他此番急切又期待的笑容，我却从未见过。宋庆宇，你来啦！你来啦！孤男寡女结伴夜行，成何体统？我们只是一起放个花灯而已。你这个人年纪轻轻的，不要那么老古董嘛，还孤男寡女结伴夜行。那你这么晚出现在这里，又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他能一样啊？你什么你啊？我是你夫君啊！那你记性也太差了吧！我早就不是陈王府王妃了。这么着急撇清关系啊？我看你就是想和他有瓜葛。你没事找事。杨繁生，这就是你对夫君的态度吗？我再说一遍，我和陈王府早就没有关系了。可你和我有关系，你逃不掉的。你强词夺理。哎，你们两个人听我说一句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上一边去。宋庆宇，一大晚上的不睡觉，跑在这里跟我吵架，我看就是看不惯我吧。哎，你说对了，本世子就是看不惯。我看不惯你跟男人结伴夜行，我看不惯你跟他那么亲近，我看不惯你们说说笑笑。我看不惯你跟他那么亲近，我看不惯你们说说笑笑。我看你就是吃醋啦。笑话，本世子怎么可能吃醋呢？世子妃，你别太自作多情了。我看你就是嘴硬。本姑娘现在不想陪你玩了，拜拜。拜拜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他在这儿等很久了吗？世子爷等很久啦。我倒要看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。小姐，世子爷已经走了，来吃宵夜。小姐，我看这兔子灯挺好看的，你要是不喜欢，我这就扔了去。哎，这么可爱的兔兔灯，谁会不喜欢呢？留着吧。小姐，我觉得你是不是误会世子爷了？世子爷刚才在外面等了你很久呢，而且我听招财说，这兔子灯是世子爷亲手做的。我没生气啊。那刚刚这么纯情的男人，这年头可不多见了啊！这就叫欲擒故纵。哎呀，说了你也不懂，过来。帮我散布一条消息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天星楼主厨赵密良去了啊！杨主厨厨艺闻名天下，不知道哪家公子哥能被他看上。杨主厨喜欢什么样的男子？杨主厨，我家财万贯，身高188。胡闹！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招亲密良婿啊！你我还没有和离书，你现在还是我陈王府的世子妃。你说和离书是吧？云禾，把盒子拿上来。我不同意和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你。打开。真的要和离吗？啊，这是同生自相异，同心自相知。小姐和世子爷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老夫人泉下有知，应该就安心了。来，大家快点，马上就要开始营业了，大家一起加油努力的干。你怎么来了？没事啊。怎么脸黑成这样啊？待会儿店里的顾客看见了，都被你吓跑了怎么办？你一天到晚都在天星楼待着，知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啊？你一天到晚都在天星楼待着，
知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？什么日子啊？你的生辰，我的生日都不是啊。小姐，今天是七夕今天是七夕啊。可是今天天星楼里太忙了，我实在是走不开嘛。不过你放心，今天晚上我一定会去陪你。杨主厨，今天第一桌客人点的鱼腹藏龙。鱼腹藏龙，大家快准备一下，快！庆宇，樊生，我好想你啊！不知道为什么，每天都能见到你，还是特别想你。庆宇，我也无时无刻不在想你啊。樊生，庆宇，我有话跟你说，你先说。那我们一起说。我喜欢你。真的？你为什么会喜欢我？这个嘛，我也说不清楚。可能因为你是在王府第一个对我表达善意的人。你也知道，我之前在丞相府过得并不好，常年在青山别院待着，后来又饱受厌食症的困扰，真的苦不堪言。再后来就，你都知道了。樊生，真的是你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找了你好久。什么？好久？那个时候我也是犯了厌食症，神秘小厮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我几天没吃饭了，都快要饿晕过去了。真香啊！不愧是我。你怎么了？你还好吗？你是饿了吧？这个给你，给。是你给了我一碗蛋炒饭，才让我活了下来。可是后来我再去找你，却再也找不到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放弃过找你，终于……抱歉，你要找的人不是我。我不是为了报恩才找你，我是因为心悦于你，心之所向。只要你现在在我身边，我就觉得很好。好，那以后我会一直陪着你。樊生，我爱你。我也是。樊生，我真的不能陪你一起去吗？庆宇，我就是去酒楼正常上个班而已，不要这么黏人家嘛，好不好？好吧。一生要闯过多少关，终究是情字最难。我这是灵魂出窍了。人间的浩瀚，我们如孤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有没有人告诉我？杨樊生，现在有2个机会摆在你面前，是留在这里，还是回到现代？这里。好。杨樊生，刚刚我听到了，看到了，谢谢你喜欢我，愿意陪着我。不客气。